事啊？喺度，嗰邊嗰位小姐報案咧，話佢俾人拖一幅畫㗎。好啊。呀，黃小姐，唔見咗幅畫係咪啊？係啊，係我唔見咗幅畫，係周懷河嘅天干廢圖。幅畫唔係你嘅，係阿爸㗎。幅畫係屬於我同阿爸㗎。咁而家阿爸唔喺度啦，幅畫係咪屬於我㗎？阿爸嘅嘢唔係你㗎，阿爸冇講過佢留低嗰啲嘢係俾你㗎。呢幅畫係成個系列㗎，花葉石三幅，冇咗一幅都好大影響㗎，你知唔知啊？我知啊，你兩個驚我翻嚟攞翻屬於我自己嘅嘢啊嘛，所以咪收埋佢咯。收咩埋啫？阿爸大部分嘅畫咧真係書房㗎啦，一眼都見得晒。我哋邊度有偷渡啊？呢度係我哋屋企，我哋點會偷自己屋企啲嘢咧？Sorry 喎，呢度唔係你屋企啊，呢度係阿爸屋企，你兩個搬嚟嘅咋？阿爸嘅嘢我都有份啊！老爺份遺囑到依家都未宣到，啲遺產而家點樣分配大家都未知。呀，所以你更加冇權收埋幅畫啦！你好，即刻攞翻幅畫出嚟啊！攞咩畫啫？我哋隻幅畫喺邊啊？點攞啊？冷靜啲先，唔見話呢單 case 我哋有同事會跟㗎啦。OK， 黃小姐，我哋有另一單 case 想請翻去差館協助調查。黃小姐，我哋查過喺黃振宇先生出事嗰一日，你並冇扭親腳，點解你要講大話？咁我日日都有陪我阿爸行山噶嘛，咁點知我冇陪佢嗰一日，佢就出事咯。咁我驚你哋懷疑我咪求其話扭親腳咯。咁你冇扭親腳，點解你唔陪佢行山？咁因為我好攰啊，咁我咪唔陪你行咯。我話俾你聽，如果你再隱瞞事實嘅話，我哋可以 charge 你俾假口供㗎。OK， 因為出事之前嗰一日，我同我阿爸嗌咗大交，咁我咪唔去咯。嗌咩交？係因為生意上面嘅嘢啫。我同佢作風越嚟越唔同，佢越嚟越保守，我真係唔知佢諗緊啲乜嘢㗎喎。明明啲話咧係好有升值潛力㗎，佢成日左度右度，遲遲就係唔肯出手，我都唔知佢點諗嘅。就係因為生意上面嘅嘢嗌交。係，我好唔中意佢咁保守，我想發掘一啲新進嘅畫家炒起佢哋，但係我阿爸好唔同意。咁我咪自己喺出面開間新嘅畫廊咯。點知喺出事之前嗰一日就俾我阿爸發現咗，佢仲當場打咗我一巴。因為你好嬲，所以你殺咗佢。咩梗係冇啦，嗰個我老豆嚟，我點會殺咗佢啊？我同佢嘈完交之後，我仲同我個新 partner 上咗廣州。我阿爸出事嗰一日，我都仲喺廣州啊。黃小姐，雖然你有不在場證據，但係唔可以證明到你同呢件事冇關。你可以買兇嘅啫。我哋查到喺阿黃生死前同埋死後，你好急好想睇份遺囑嘅內容係咪？嗰份遺產係我應得㗎，有咩問題啊？點解你覺得應得？我係佢個女嚟㗎。OK， 咁多年嚟，我同佢成個中國周圍去，一路喺度同佢發掘一啲新嘅畫家，一齊去買畫，我哋賺咗好多。呢啲所有嘢係咩？我嘅眼光啫嘛。佢有咁好眼光咩？佢有咁好眼光，佢就唔會執嗰個飯碗嚟翻嚟，佢就……你講緊你阿嫂，佢都係畫家嚟。佢算係乜嘢畫家啊？我哋識佢嗰陣時啊，佢仲喺杭州賓館畫緊嗰啲50蚊一幅水墨畫，賣俾嗰啲遊客咋。係阿爸話覺得佢有天分，所以申請佢落嚟，點知就做咗我阿哥個老婆。It's so crazy！ 發掘畫家變咗發掘新抱啊！我阿爸個江山啊，有一半係我打翻嚟㗎。我呢個低能大佬佢做過啲乜嘢啊？似乎你好憎你大佬啊！我大佬都算，但係我阿爸對我啊，仲衰過對一個外人啊！你講個外人係邊個啊？咪嗰個神婆袁靈子咯。自從1、2年前佢識咗呢個袁靈子之後，所有嘢就唔同晒。呢個咁嘅死八婆走嚟同我阿爸講，話我黑住我阿爸，話我同佢八字相沖。自此之後，我阿爸就冇再對我咁好。無論我以後點樣陪佢行山都好，點樣做乜嘢都好啦，佢只係覺得我候住佢副身家。其實所有嘅嘢，我都只係想佢錫我多啲，佢信我多啲啫。有一次，我聽到我阿爸同呢個袁靈芝講電話。阿袁師傅啊，關於春輝園嗰方面咧，幾多錢都冇所謂嘅嚇。我好驚，同我搞掂佢。我阿爸所有嘅錢會俾佢呃晒，我都要留翻啲錢俾我自己㗎。所以我咪出咗去搞畫廊咯。如果你哋真係覺得我有呢個殺人動機嘅話，咁呢個袁靈子咧，骨灰龕嗰單嘢，我阿爸一話唔做，一
一話退股咋，轉個頭我阿爸死咗啦。咁你哋話，到底我嫌疑大啲，定係嗰個袁靈子嫌疑大啲啊？马都不记得，一定是偷渡客。他不是偷渡客，他是装的。一般人按键应该用手指头，但是这个人是用手指甲戳那个键盘。对，他不想在键盘上留下指纹。如果是偷渡客的话，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他没有记录。你终于知道什么叫观察入微了。过奖过奖，跟你学习的。那人故意装成偷渡客，转移我们的视线，很有可能是熟人干的。哎，先从死者家里人入手。哦，Madam约了他女儿明天回来问话。李贤，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问那2个偷渡客？你说我抓完他们让我休息吗？你信吗？也不是全相信。其实我是担心你会不客观。你那么辛苦抓到他们，他们又打伤了阿西，我怕你不顾事实和证据，只想盯死他们。你这么看我啊？现在证明我的担心是错了。我每天都会陪爸爸晨运，谁知道那天没陪他，他就出事了。为什么那天没陪王先生晨运呢？因为前一天扭伤了脚，所以就没去。但是我劝过他不要去了，他说他习惯了，所以自己去了。你是不是跟你爸爸一起住啊？不是，因为我一个人在外国生活惯了，所以我就搬出去了。那据你所知，你爸爸有没有跟什么人结过怨呢？我想不到他会跟什么人结怨，因为我爸爸做事一向很圆滑，跟别人的关系都很不错。请问你们找谁啊？我们是西九龙重案组，来找王太太。我就是王太太。王太太你好，我们来是想跟你和你先生了解一下王振宇先生生前的情况。好啊，请进来坐。谢谢。请坐。来点倒茶。是。这里有很多古董。是啊，我公公喜欢吗？王太太，你先生王晓东呢？公公出事之后，阿东一直都不太舒服，他刚刚睡着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让他多睡一会儿。好啊，那我们先跟你谈吧。我想知道王振宇先生遇害那天，你们2位在哪儿啊？我公公每天都去晨运，我跟阿东都不太喜欢晨运，所以从来都不陪他去。平时我6点钟起床之后，会准备早餐给公公和儿子吃。公公通常6点半出去，8点半就会回来这里。但是那一天，我等到9点多，他都没有回来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但是也没人听。我心想，他可能晨运的时候出事了，就立刻去警局报警了。以你所知，王振宇先生生前有没有跟人结怨？公公很少提他生意上的事，我不知道他生意上有没有跟人结怨。不过平时没听他提过有什么仇人之类。少爷，不好意思啊。阿东，你起来了。这2位是重案组的警员，他们是来问关于公公的事。坐。不好意思，公公出事之后，阿东一直失眠，所以精神不太好。灵长驼舞，限制投河，哼，真灵啊！王先生，你是不是知道谁杀死王振宇？灵长驼舞，哼，王先生，你可不可以大声点？不好意思，他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我想你们过几天再来会好一点。我爸是被人咒死的。你爸是？
走都会问他。我们家的风水摆设也是由他负责。我拿他的名片给你。谢谢。我们是不是妨碍你们出去？没有，阿东精神不太好，我要经常留在家里陪他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你这里装修得很雅致，不像一般的看相馆。我不喜欢太俗气，所以装修以清雅为主。玄师傅，我们还是谈谈王振宇先生的事。王先生他不只是我的客人，还是我很尊敬的长辈。他这次出了事，我也很难过。你们做拼命看相的，不是应该早算到他会有事发生吗？我的确早就知道他有这个大劫。2星期前，他曾经找我算过流年运程，我批了8个字给他：临昌驼骨，限制投合。什么意思？是紫微斗数里的4大凶星交汇，遇到这4颗凶星是一个大劫。你们不是可以帮别人趋吉避凶吗？我的确有建议王先生应该怎么做，但是最后他没有照做，我也没有办法肯定。你们真的可以预测到人什么时候死？我很想知道我什么时候死。姚 Sir， 这是个商业秘密，而且就算我看得出来你什么时候会有事，也不能够随便说出来的，因为这是天机。但是既然你们2个来到这里了，我也可以赠你2句。这位 Madam， 你表面好像很坚强，但是你内心很软弱，撑得很辛苦。我送个字给你，是个困字。你有困难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是个困字？困乏，坐困愁城。那我呢？你送我什么字？你对工作很投入，表面上好像很客观，好像一个旁观者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你并不太开心。是吗？你的轻松是装出来的，笑容、开心、满不在乎也是一种掩饰。其实你自己的心有个心结。我感觉到，你开心的时候可以追溯到你的童年，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，改变了你的命运，成为你一生的心结。我这个心结什么时候能解开？终有一天会解开的，而且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。我意想不到的时候。好了，不说了。再说要收钱了，而且你当我说的是信则有，不信则无喽。好。妈，儿子，你今天是不是去那个玄灵子那里查案呐？喂，你有没有顺便为自己问问姻缘呐？没有。啊？他说你没姻缘啊？不是，我说我没问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哇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人家说他很灵的，想见他起码要等几个月。既然有机会，为什么不趁机问问呢？他灵不灵我不知道，但是他说中了我一件事。什么？他说我小的时候很开心，但是有件事发生之后，我一直有个心结。其实有时候江湖术士的话又不可以尽信的，不用把他说的话放在心里啊。他还说，我这个心结终有一天会解开的。你说如果老爸没出事的话，我们走的路一定完全不同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，大哥？你很不开心吗？如果你跟妈咪没来成家，那爹地妈咪就不会结婚。如果他们没结婚就是没有我了。我们哥哥都很疼你啊，你居然会想着以前的事，太过分了。现在怎么样？没有我这个妹妹，你就会真的开心了吗？甜汤做好了，大哥出来吃吧。那个玄灵子送了我一个困子之后啊，还说姚 Sir 有个心结。本来姚 Sir 没什么的，一听到这2个字之后，脸马上绷紧了。我直觉觉得他是看到姚 Sir 的反应，所以继续追着说下去。
我跟了姚嫂这么久，只知道她这里有结，没想到连心里都有结啊，8成是感情问题了。你们知不知道他进修之前被女朋友甩了？但我不觉得是感情问题呀。不是啊，说不定他真是被妞甩得多，所以才会有心结呢。如果心结搞得姚策这么紧呢，这个人一定很重要。重要个头啊！不是不满意他吗？干嘛这么关心他？什么时候做了一家人了？是啊，干嘛那么关心他？一定是有点什么。那么大家是一组人，跟家人也差不多啊，关心也很正常。是，你少来这套。喂，跟我透露一点嘛。饱了。有没有情况？有。玄灵子有个很有钱的客人陈日龙，玄灵子批他会有个大劫，没多久他就心脏病发死了。那他的情况不是很像王振宇？还有，玄灵子1年多前开了间有限公司，跟陈日龙和几个大客户合作搞骨灰龛，涉嫌上亿的生意。没多久他们发生争执，陈日龙跟家人提过，说骨灰龛的账不清不楚，而且回报期慢，所以想退股。跟着玄灵子就要陈日龙别退股，说退股他就会有大劫，但是他坚持退股，没多久就死了。他的家人觉得不是巧合，但是我们的同事查过，觉得没可疑。后来这案子因为没什么证据，所以不了了之。但是这一次王振宇又在玄灵子批他有大劫之后死了，两宗案子这么相似，会不会有关联呢？难道凡是被他批过的人都会死？他真的这么灵吗？玄师傅，到底我爷爷的坟向什么方向最理想？向西南最好。哦，你看，西南那边山峦起伏，前面还有一条河，可以说是有山有水。葬在那里，能保佑你子孙永远兴隆，财源滚滚来。啊，那太好了！哎，玄师傅，小小意思。谢谢村长。啊，我送你们啊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刚才那个坟应该是向西北最好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懂风水吗？风水的事我一点都不懂。不过我刚才看见你跟村长说西南方向之前一直看着西北方，我猜应该是西北方是最好的。西南也是一个好位置，不过对他们来说，现在未必是他们最想要的事。为什么？他们现在最想要的是财气旺，可以让他们的生意兴隆、财源广进的方位。其实西北位是最利财，正财偏财都好。为什么不点这个给他呢？但是这家姓胡的这几年因为钱跟外面的人有很多争执，还有他有些子孙做的是偏门生意，而且还惹了官司。所以我选向西南这个方向给他们，因为西南立文昌出贤人，葬了之后可以令他们家族走一条正路，其实可以帮他们多积点福印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西南也可以说是最好的位置。风水我的确不懂，但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想。你觉得我的眼里只看到个钱字，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到？我们看风水的最重要是帮客人积福啊。对了，姚 Sir， 你这么远来不是只想看我帮人寻龙点穴的是吧？我今天来是想问你，1年前有个客人叫陈日龙，你批了他有劫之后，他没多久就死了。我批陈日龙有个大劫，没多久他就死了。我批王振宇有个大劫，没多久他也死了。你觉得这两件事很奇怪，是不是？我只是依书直说。当时我给陈日龙占了支卦，卦象怎么样我不可以告诉你，这个是职业操守。我只可以告诉你，他是劫数难逃。那我们再说说王振宇的事吧。他要退股，跟着你批他有大劫之后他就死了。这两件事会不会是巧合的有点奇怪？其实既然有劫，要改变天意根本不可能，只可以积福挡灾。本来捐钱建骨灰龛可以多积点福，但是他们突然退股，积的福因此就没有了。我一直不想他们退股，我劝他们，但是他们还是一意孤行。
如果他们退股，你的生意就少了些股东，你就吓他们。如果退股，就会有大劫。姚 Sir， 为什么你的矛头向着我呢？王先生死了，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其实王先生死之前，有段时间跟我说了很多事，他常跟女儿吵架，他甚至跟律师说要另外立一份遗嘱。如果改了遗嘱，损失最大的人是谁呢？没错，王先生的确跟我说过要修改遗嘱，想重新分配他的财产，还约好了来我写字楼谈，但是我等了他1天都没来，后来才知道原来他遇害出事了。那你知不知道王先生打算怎么修改遗嘱呢？他只说会有人1分钱都分不到，至于是谁，他没有说。最近有没有人追问过遗嘱的事？他女儿王佩文，王小姐打过几次电话来问什么时候可以宣读遗嘱，但是因为手续问题，不会那么快宣读。我们是西九龙重案组，想找王小姐谈一谈。王小姐今天没有来，她什么时候回来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自从王先生出事之后，王小姐就没有来过。我们可以随便看看吗？可以啊，请随便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画都成这样还能挂出来？破了个洞啊，连墙纸都花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方便说啊，我来猜猜。这里应该有人发生过争执，然后把这个花瓶撞过去挂花了。你不敢说，又不敢把画换掉，那个人应该是你老板。阿 Sir 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？其实本来呢，这里有另一个花瓶的。在王先生出事的前一天，王先生和王小姐发生了争执，王先生还打了王小姐一个耳光。王小姐当时站不稳，就撞倒了花瓶，碎片就刮花了画和这道墙。我们已经立刻找人补这道墙了，花瓶也换了一个新的，但是这幅画我们不敢动。王先生也已经去世了，王小姐又一直没有回来过，所以我们只好挂着她，等王小姐回来再做决定。